林婉儿的话，对云如歌和宋如玉来说，不仅醍醐灌顶，更是简简单单就将两人心中的尴尬与迟疑打消得一干二净。修道者之间，最大的馈赠不是丹药和灵石，也不是法器，而是功法。这就像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。叶晨连功法都毫不吝啬，灵石、丹药自然也不在话下。加之叶晨一直以来的恩惠，两人心里也明白一个道理：跟叶晨过度客气没什么意义。真正有意义的是将来全力以赴报答他的这份恩情。于是云如歌带头站起来，向叶晨躬身致谢，感激地说：谢谢叶先生提携照顾，如歌此生是要为叶先生鞠躬尽瘁，效犬马之劳。宋如玉也跟着说：叶先生，如玉和云姐姐一样。两人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叶晨微笑道：行了，客气的话就不用说这么多了，你们俩抓紧时间闭关。我找到灵石的地方还有一些未解之谜，林小姐见多识广，我想带着她一起去查探一下。这段时间你们俩就留在这里好好闭关修炼。叶晨想带林婉儿去末日之门那个地下城市看看，一来看林婉儿能不能进去，二来看林婉儿能不能跟自己一起过传送阵。那里的秘密他暂时只敢与林婉儿一人分享，不过他倒也没有完全瞒着两人直接带林婉儿过去，他担心那样会太过生硬，让两人心生好奇的同时也心有芥蒂。这种说一半留一半的方式，在他看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留他们俩在这里闭关，自己带着林婉儿过去，一切也都丝滑自然。云如歌也确实没有多想，立刻恭敬地说：好的，叶先生，这段时间我和如玉就在这里好好修炼，等您和林小姐回来。宋如玉乖巧地附和道：如玉一定会全力以赴好好修炼，请叶先生放心。叶晨微微点头，对林婉儿道：林小姐，咱们即刻就出发吧。林婉儿没有任何迟疑地微笑着说：奴家一切听从公子吩咐。林婉儿的体质虽然不惧怕严寒，但终归是没有修为的少女身，叶晨不忍带着她徒步上百公里，所以他这次选择和林婉儿一起驾驶雪地车前往。好在最近南极确实太平了不少，一辆雪地车在茫茫南极冰盖上行驶，也不会引起卫星的关注。当两人驱车离开北欧科考站20公里之后，林婉儿才问叶晨：公子此番出去，是不是有什么不方便说出来的大境遇？对，叶晨微笑着点头，对他说：你送给我的戒指，我终于知道它来自哪里了，我现在就带你去那个地方看一看，而且我还知道了它新的功能。林婉儿惊讶不已地说：那戒指难道不是施工炼制的吗？叶晨摇头笑道：以孟长生的修为，怎么可能有能力将传送阵法炼制在戒指中？他应该也是偶然得到那枚戒指，觉得自己将死，留着已无他用，才送给你父亲的。其实这枚戒指是末法时代之前那批有大神通的修士所炼制，它不仅能够传送，还有一个储物空间，那些灵石就是在戒指的储物空间内发现的。林婉儿惊骇地问：储物空间？公子所说是这戒指本身有一个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？叶晨想了想道：虚拟空间倒也不对，只能说是一个高维度的空间，被人用大神通折叠进了这枚戒指里，里面大概有2-3个室内篮球馆，那么大的空间用来存放物品。叶晨说着，心念一动，一块鸵鸟蛋大小的灵石便凭空出现在了手中，将林婉儿惊得目瞪口呆。随后他再次心念一动，那枚灵石便又凭空消失，被他收回了戒指空间内。林婉儿惊叹道：想不到那时候的修士竟然有如此匪夷所思的神通。叶晨微笑道：真正的大神通你还没见到呢，等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。林婉儿心中虽然非常好奇，但叶晨既然想保留悬念，他便强行按捺住心中的好奇，没有再多追问。几小时后，叶晨将车开到了吴柏林挖开的冰洞，
他把车停在冰洞旁边，对林婉儿说：“就是这儿，下车吧。”林婉儿点点头，推开车门下车，看到冰面上那黢黑的黑洞，忍不住问：“公子，这么深的洞，是你挖的吗？”叶晨摇头道：“洞是破青会那个长老挖的，咱们要去的地方也是他先发现的，只是他好像被那里的阵法挡在了外面，所以没能进去。”林婉儿紧张地问：“公子，你是想带奴家进去吗？这么深的洞，奴家怕是下不去。”叶晨微笑着说：“如果我能带你进去，你应该不用下到洞里面就能进去了。”林婉儿不解地问：“不用下到洞里？”“对，你跟我来。”叶晨牵着林婉儿的手，来到洞外那个传送阵的位置，这里便是从南极冰盖进入地下城市的便捷出入口。只是没掌握传送阵开启心法的人，根本就看不到也察觉不到传送阵的存在和具体位置。林婉儿细软的小手被叶晨牵起，心中小鹿乱撞，羞答答地跟着叶晨来到冰盖一处时，叶晨正打算在心中默念心法，林婉儿忽然指着雪地车对叶晨说：“公子，这车留在这里是不是不太稳妥？既然公子戒指里的空间足够大，何不将它收入戒指中？”叶晨眼睛一亮，笑道：“我倒是没有想过，试试看。”言罢，他回到雪地车前，将手掌贴在雪地车上，心念微微一动，面前的雪地车霎时间在原地消失不见，随后便出现在了戒指的空间之中。林婉儿瞪大眼睛，一脸震惊。叶晨自己也有些被震撼，虽然知道空间肯定足够装下这辆雪地车，但这么大的东西真在一瞬间凭空消失，他还是难免惊叹。随后，叶晨回到林婉儿身边，再次牵着她的手说：“这里有一个传送阵，可以直接把我们传送到要去的地方，但是我不确定你能不能一起跟着我进去。如果进不去，那咱们就只能原路返回。如果只是我自己进去了，你留在此地也别惊慌，我会立刻回来找你。”林婉儿大眼睛看着叶晨，莞尔一笑，说：“公子放心，若是公子消失了，奴家就一直留在原地等公子回来。”